中国003航母最新卫星照曝光，如今有何新变化？近期关于这艘航母发生的3件大事儿又代表着什么？为什么说中国正在打造世界第一航母梯队？自位于长兴岛的江南造船厂曝光中国正在建造第3艘航母以来，这艘被称为003号的航母就成为关注的热点。目前，关于003航母的各种数据分析，网络上已经有了不少。而随着航母下水日期的临近，中国航母队伍也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改革。近日，互联网上再度曝光003航母的最新卫星照片，拍摄日期在10月份，也就是最近这几天。从卫星照片来看，这艘航母与前几个月安装建岛后的变化并不大，毕竟这艘航母的工期已经进入尾声，同时剩下的西装工作也在紧密进行着。按现在的进度来看，003航母大概不会在今年下水，下水时间更有可能是在明年第1季度。虽说如此，进入10月份后，有关003航母就有3件大事儿同时发生，每一件都值得关注。第一件大事儿，从003航母新照片的进度来看，这艘航母的舰首已经搭起了一座长长的工棚，很显然这是为安装电磁弹射器所准备的。003航母作为一艘至少8万吨的航母，再搭配电磁弹射器，作战效率将有着显著的提升。要知道，此前中国服役的2艘航母使用的还是滑跃起飞方式，这也是中国首次尝试这种先进的技术。据获悉，003航母将拥有3条电磁弹射器，其中舰首2条，侧边飞行跑道1条。而目前全球除了003航母，也只有美国的福特级航母采用了电磁弹射器。可以说003航母一上来就对标世界最强航母，这也让我们对这艘超级航母未来可期。第二件大事儿，在不久前举办的珠海航展上，中国航母舰载机歼15总师孙聪倾城，中国下一代舰载机应该不用过今年就会看到了，这无疑释放出一个重大的信号。中国下一代舰载机将于今年年内首飞，可能就是未来3个月内的事情了。关于中国下一代舰载机，此前外界颇有争议，有人认为这将是歼20战斗机的舰载版本，也有人认为这是正在测试的 FC31战斗机的正式版本，还有人认为中国将打造一架全新的舰载战斗机。不过，结合近期消息来看，随着 FC31的模型出现在武汉水泥航母上，似乎 FC31成为下一代航母舰载机成为众望所归。而如今网络上多将下一代舰载机命名为歼35。歼35战机将是一艘隐身舰载机，也是在 F35C 之后全球第2款隐身舰载机。003航母将来服役后会先搭载弹射版歼15战机来进入过渡期，大概在2030年左右，歼35将全面量产服役，满足中国多艘航母的需求。此外，除了歼35，空警600预警机与攻击11无人机也被认为将登上003航母。一旦满足这些配置，除了动力系统之外，中国航母战斗群将能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一较高下。第3件事儿，近日中国方面传出消息，歼15舰载机的飞行员培训将由中国海军航空大学进行，而不是依托此前的作战单位自己进行。这说明未来中国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将具备专项性与专业化。或许与003航母以及下一代舰载机消息相比，此则消息的冲击力并不够大，但从长远眼光来看，第3件事儿才是对未来中国航母最有意义的事件。此条消息还得结合去年中国海军的官方发布的2020年度海军招飞工作的信息来看，在去年海军招飞信息中，重点提到2点：一是重点招募航母舰载机飞行员；2是要求报名者的年龄在16至19周岁之间。我们知道，中国拥有航空母舰的历史并不长，直到2012年辽宁号航母服役才拥有了第1艘航空母舰。不说与美国的差距，就连与印度相比都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。而辽宁号航母服役后，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舰载飞行员的选拔。目前中国航母舰载机使用的还是歼15，而歼15正式开始列装服役还是在2013年12月，比辽宁号服役还要晚1年。而在此之前，中国缺乏对于专业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培训经验。根据驾驶难度来说，航母舰载机驾驶难度是要远高于陆地上的战斗机的。一来还是天气复杂多变，二来舰载机起降区域局限于甲板，空间实在有限。
因此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意外。根据网上流传的歼幺5舰载机飞行员选拔标准，要求具备驾驶歼幺5能力的飞行员至少要保证飞过5个不同机型，飞行总时长要突破1000小时，而且3代机飞行时长要超过500小时。在这种标准下，只能从空军队伍中拔尖。严格的选择标准自然是为了保证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高素质，但是也透露出了一些无奈。毕竟中国缺乏经验，只能从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中挑选出最精锐的成员来试水，但这种方法并非长久之计。2019年，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服役，山东号航母搭载的舰载机数量比辽宁号多了50%，达到36架。而正在建造的003航母，据获悉，舰载机数量能达到70架左右。此外，外界猜测到2035年，中国航母数量将达到6艘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海军未来所需的舰载机飞行员数量是呈指数增长的。而且，过去选拔的空军飞行员虽然经验丰富，但年龄也摆在那里。随着第1艘航母入役即将到达第10个年头，中国的第1代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已经逐步退役。舰载机飞行员人才缺口进一步扩大，如何打造一支更加专业的舰载机飞行员队伍，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。好在这么多年下来，中国已经摸索出一定的经验。中国从海军大学中专门挑选青年人才专项培养，无疑是中国舰载机飞行员专业化的开端。这一点也是在向更先进的国家学习，比如美国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选拔则拥有一套专业的机制。他们从专业的海军学院毕业后，一开始便得知自己最终驾驶的是舰载机，并且在训练基地有一整套的设施专供飞行员进行针对性训练。我们常说一名飞行员的价值要比一架飞机更高，因为将一名飞行员培养合格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，需要大量的飞行经验，这都是靠时间和资金堆积起来的。中国的空中力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新型飞机被研发出来，水平越来越高，而这对飞行员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。战斗机的战斗力不仅仅是由装备来决定，飞行员的素养也是极大的因素。因此，空中力量越强，对飞行员的专业要求也越高。而大批招募年轻人来作为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，也体现了中国在海空军建设领域的投入。这种投入虽然不会直接放上台面，但也是决定今后战斗力的重要标准。从003航母对标美国最先进的航母，到新一代隐身舰载机即将问世，再到中国海军舰载机飞行员培养将进行颠覆传统的重大改革，种种迹象都在预示中国正在打造世界第1航母梯队，更先进的设备与更专业的人才，无疑将大大增强中国航母战斗力。未来中国要实现打造远洋海军的抱负，这些条件都必不可少，而中国已经具备做出改变的实力。